到16个皮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共16件。先拿到大身和这个材料，有2个大身，这里一个大身，把这个东西要这样缝上去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大身，有同样的一个这样的材料，这里有一个这样孔的那个形状是这样子的啊。我们现在先来缝其中的一部分。先拿到线，然后拿到一包针，找到线头，先量线，拿2根针出来。我们现在要缝的位置是从这个孔到这个孔结束，就它开始，它结束。走的线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要量这个走线的4倍长，先量线，先把1倍量出来，因为它那个形状不是直线啊，它是很多个直线有转折，所以要先量出来1倍，这就叫1倍，然后再量它的4倍、3倍、4倍，刚好4倍就可以，不需要很多。然后正常穿针，如果这个线头有一点散开，把它剪掉。先用线穿过针眼，拉出10厘米左右，用这个针尖去穿这个拉出的线头，从中间穿过去，然后拉后面的线，它就固定住了。另外一头用同样的方法穿另外一根针，这是同一根线的头尾。先穿过去，固定。这是同一根线，一个在线头，一个在线尾，2根针。然后拿着这个材料，先分正反面，正面的孔大圆润，它的孔边缘是圆润的。然后看背面，背面的孔小，而且它的边缘是有点锐利的。这张材料的分正反面也是同样的方法。孔圆润而且大，背面孔小而且锐利，正面朝上。这个材料正面朝上，2个材料都是正面朝上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起针，2张材料一定要都是正面朝上，因为这个材料缝在包的外部。找到我们需要起针的这个孔，从内部往外部穿，从内部往外部穿上来，把这个线放在旁边，还是看内部。这是其中一根针，然后拿到另外一根，拿到另外一个针往下方走，我们要往自己要缝的这条线走。穿第2个孔，双拉线，让2边的线保持一样的长度。拉好之后，拿到第1个孔出来的这根线面针线，往第2个孔往下穿。这个线比较长，我们可以多花点耐心，然后往第3个孔翻到背面，从第3个孔往下穿。我们找不到孔，就把它这样扒开，扒开看就能看到孔了。拉紧线，然后把线摆在自己习惯的位置。拿到前1个孔出来的这根线，往这个孔穿，
就往前面的孔走，往下一个孔走。好，这2个孔就都结束了。1、2、3个孔都结束，我们现在缝第4个孔，翻到背面，先从底往面穿，垂直拉线，然后再摆线。还是一样的，拿到前一个孔的线，往下一个孔穿。你看第4个孔穿下去，第4个孔就完成缝制。穿点5个孔，每一个孔都是重复这样的动作，它是一个保持好规律、重复的动作，它没有其他的技巧。一定是垂直拉线，不要斜着拉，斜着拉把那个孔的边缘磨坏了。因为这个线在拉动的时候，它是有很锋利的。这个位置缝制简单，它只是说需要费一些时间。我们在底可以不拉线，我们可以把那个线穿到正面再来拉，穿到正面一起来拉线。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节省一次拉线的时间。一定要先摆好线，再往下穿。每一个孔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到了这种90度的转角的时候，就正常转就可以了。只有直线需要保持摆线的方向固定。像到这种转角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改摆线方向。这个已经是直线，然后我们改的成横的横线。这个如果我们想改变摆线方向，就可以这样子改，也可以直接这样子，都是行的，都是可以的。就你看自己看，我感觉往下摆的话，这个孔的空间更好穿线，所以就往下摆，就正常转弯就转过来了。每一个孔都是同样的方法，先底往面穿上来。穿上来之后，摆好线，摆好线，拿到前一个孔出来的这根线，往这个孔穿，这个孔就完成。完成之后，就往下一个孔走。每次都是一样的啊，只重复这个动作而已。保持这个方法，从这个孔一直缝过来，缝过来，缝到这边上来，然后走横线，走竖线，走到这个地方来结束。好，这个走线就是这样子的，竖着、横着、竖着、横着、竖着、横着、竖着，到这里结束。看一下背面。
缝到这条直线的最后一个孔，结束收线。缝到这里就不需要往这边缝了，因为这边缝的时候等会要加内部的内带，所以我们不在一条线上缝，等一下重新量线，重新缝。缝好之后往回缝一针作为加固，就往回走一针孔。多缝一次的话，它这个线会更紧，作为一个加固。然后把线往下一个孔位穿，把它穿到内部来，让它收到内部。我教大家怎么用胶水收线。胶水收线的时候，剪的时候留2毫米，不要剪，留一点点。然后把它摆好，摆在这儿。拿到工具包里面这个胶水，然后我们拿一张 A4 纸，家里面随便什么纸不要的都可以啊。然后先把它拧开，再拧开。胶水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，因为胶水不管弄到哪里，它都是清理不掉的，它是速干的，弄上去就擦不到了。它只要弄上去了是没有办法清掉的，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。把它拧开之后，尽量用左手拿着，右手去沾取，这样的它才不会倒。如果你实在是要放下，就一定要放在纸上，而且周围不要有任何的物品，纸要大张一点，要不然倒下的话它会流到到处都是。这样子沾取胶水，点在刚刚剪线头的时候留的那个2毫米的线头上。我把这个拿走。我把材料拉过来，材料和胶水保持30到50厘米以上的那个距离。用牙签沾取胶水，这样子轻轻的点在刚刚剪断的那个2毫米的线头上，胶水全程不会接触到任何皮和料，它是点在线头上的。点好之后，第一时间把胶水拧紧，不是盖上就可以，一定是这样拧紧，然后它是立着放，它不能倒着放，平头拧不开了。放好之后，再来压线头。线头是这样压的，我们刚刚点了胶水的这个线头，压平的时候压在缝线上，就是压在我们缝的那条线上面，不能压在皮上，也不能压在料上，它一定是只能接触到线，胶水全程只会接触到线，这样这个收线就结束了。看一下正面，拿到另外一张包身，也是正面朝上，然后这张材料正面朝上。用同样的方法把这条线完成。这个位置2张包身的都缝制好了，这是内部。现在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把它翻到内部过来，缝这个口袋，有一个车了线的口袋，然后这个位置有孔没有车线，这个没有车线的位置就缝在这里的。2个口袋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口袋，缝到另外一张材料上，方法也是一样的。我这边教大家缝一个。我们先这样子比一下孔，看一下孔，可以看得到口袋的孔比这一排的孔多，而且这一排这个位置是没有孔的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缝制的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缝到这个位置。看啊，外面这个材料也是要缝的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从顶上开始缝到这个位置，就到这儿了。到这的时候呢，缝它的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、5，第5个孔，对这个第1个孔，这边有4个孔是单针过来，再单针回去。这里缝9个孔，你看缝9个孔，缝到这儿的时候，就把针挑出来，缝这个地方，缝单层，单层缝7个孔，这里个空格是这里这7个孔，缝7个孔，第8个孔的时候。缝中间这9个孔，缝完的时候，这个地方还是有4针，单针过来，单针回去，再往上到这里结束。所以它的那个走线是这样的，竖着过来，加这张材料，单针过来，回来，缝到这个地方，单层，然后再是多层，然后单针过去，单针回来，然后双针上去。先量线，我告诉大家怎么量线。先把这个1倍、2倍量2倍，然后再量这个1倍，这就叫1倍的线。1倍的线，然后我们量4倍，4倍多量10厘米，把它剪断。正常穿针，我们先把它翻到正面，看正面，我们的口袋是缝在内部的，
我们正面这里有一条线要缝，我们先看它的正面，然后从这个竖着的这个孔开始起，把这个也起过来。这个也是从内部往正面起。我们可以这样扒开看，它的孔是不是相对应的，有没有起错孔？没问题，就双拉线，让两边的线保持一样的长度。拿到第一个孔出来的这根线，往第二个孔穿，正常的往前走线，拉紧，往第三个孔，然后这里这几个孔就正常往前走就可以了，把它走上线。保持好摆线的规律，然后拉线的时候一定是垂直往上，和孔保持90度垂直的直角去拉线。比如说孔是朝上的，我们就朝上拉；如果孔是朝自己，我们就是朝自己拉。孔朝哪边，我们朝哪边拉，拔针拉线啊。一直缝到这个竖排的最后一个孔。这个位置我们从顶部开始，已经缝到这个横排的最后一个孔了。缝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把它翻过来。线比较长，不要打结。我们翻到这个内部，翻到这个内部之后呢，把口袋拿过来，口袋这个地方可以放东西的地方，朝上，然后数1、2，这个前面有几个是没有孔的啊，就不用管它。1、2、3、4、5，第5个。1、2、3、4、5，第5个，拿到这根针，从里面往外穿，穿第5个孔，穿上来。穿上来之后，这根针保持不动，这根针是保持不动的。这边这根针它在正面，它等会儿是这样过来的。我们这一根针，里面这一根针就要开始单针缝。我教一下大家怎么单针缝。它现在在这里，往左边的孔，这4个孔穿过来。穿的时候我们这样子拉紧一点穿，往前，这个就叫单针，就一根针在缝这个啊。单针我们已经缝到最后一个孔了，这4个孔的最后一个孔，缝完之后往回，往回走。这边这4个孔就缝到假线了，看一下。缝到之后，我们回到原孔位，我们把它这样子扒开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回到原孔位，这边这个孔，这边这根针就正常往这边走了。这个是内部，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还是要看正面。往前，现在是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有4个是缝假线，第5个是缝这条线。现在我们缝的是第6个孔，传到正面来。这个就正面。好，这里有9个孔，我们正常把这9个孔缝完。看正面啊，内部的话那个走线没有正面的重要，我们要保持正面的走线是好看的。
已经到第8个孔了。好，现在缝的是第9个孔。来看一下，现在这个地方就要想办法把正面的线，正面往前已经没有孔了，所以我们要把正面的这根线往回穿一针，往回穿一针，把它穿到内部，让它2根针都在内部。现在是一个在8，一个在9，把8的这个孔往前穿，穿的同时从这个缝出来，扒开，从这个缝出来，不要穿到这个正面来。第8个，我们往回倒回去的那个第8个孔的这个针，往第9个孔穿的时候，从缝隙出来，它就在这了，我们就可以双针缝单层。那我们就接着看这个内部，往前缝，继续往前缝就可以了。缝7针啊，这个地方有7根针，7个孔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我先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然后再比一下7，刚刚好。然后第8个孔底往面正常穿上来。第8个孔的时候啊，现在是第8个，往下穿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孔加进来，这是第8个孔，就中间这个空格。我是说的中间这个空格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不是说完整的啊，这里是9个，中间这个空出来的是7针，然后这边有多出来的4针，4、9、7、9、4，正常它的那个排序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个就正常往前缝就可以，恢复到多层。中间这个7层是这个中间这个7针是单层的在缝，拉紧线。到了这个地方，外面这根针又保持不动，里面这个针往前单针缝，单针就是一直往下一个孔穿，一直往下一个孔。好，这里已经是最后一个孔，没有孔了，那我们就往回走，往回走的时候也是往下一个孔走。这个就是单针缝，假线就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回到原点。回到我们最早的那个孔，然后往上走，回到原点之后就接着往前缝就可以了。
一直缝到最后一针收线结束。好，这里已经是最后一针，往回走，往回走一针，把这个线收到内部。这个就是正面，从这个地方开始下来，这里有4针，假缝到这里，里面是单缝，然后这边再上来，看一下内部，内部就这样的，这里有4针是单缝，然后这里缝9针，这是4，第5个孔开始缝这里9针，然后9针过来7针，中间有7针单缝，第8针开始加这个，这个是8、9、10。到这一节，这一节也是9针，然后这里有4针，然后往上，上面的孔我们就不用管了，主要是需要管这个位置的孔。那我教大家怎么用打火机收线。打火机收线，剪3毫米的线，留稍微长一点点啊，比胶水的线，比胶水收线长一点点。拿到打火机，先调好大小火，调小火，然后打着之后慢慢靠近线头，先收一个，再收另外一个。线头一定不要剪得太长，剪得太长，如果我们的火焰去烧的话，它会很容易点着它。它是慢慢靠近它融化，不能去点着。这个口袋内部的这个口袋是这样子的，缝在内部，缝好了，拿到另外一个材料和内袋，用同样的方法也把它缝上去。这个缝口袋的位置，2个材料都已经缝制好了，这是其中一张包身，然后这是另外一张包身。这是内部。现在开始缝这一条线，缝这一条直线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这2条缝线把它对折进来，这里一排孔和这里一排孔要缝在一起。先量线，量这个长度，带口长度的4倍，1、2、3、4，正常穿针，从这个带口的第1个孔开始起针，由内往外穿。第2根针穿第2个孔，双拉线，双拉线之后正常往前缝，拿到第1个针出来的这个线往第2个孔穿，正常缝就可以。这个位置是假线，一直要缝到这个地方才开始加这边这个对折的材料，这里的话都是正常缝。这个位置是带口，要保持好摆线的规律和拉线的松紧度。看正面，正面的线要保持直顺。还没有到这一针，还在外面这一针。好，已经把单独缝假线的全部缝完之后，把这个对折过来。内部往下穿的时候，就要把这个对折的材料穿上来，这样子的。这是内部，这是正面。拉紧线，我们在往下穿的时候，如果看不到孔，就把它扒开看，看一下下面的孔在哪里再穿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拿一根备用针，拿一节线，就平时剪掉那个不要的线，先穿过去，穿1针就可以，然后把这个地方固定一下，就做一个固定线在这里，等会我们缝的时候好找孔。把这个拉紧，
绑起来。这种方法比燕尾夹更管用，把它固定住。等我们缝到这个地方之后，把这个线剪掉，不要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去缝这个孔就更好对一些。现在就好对多了。只要是不好对孔的位置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做一个固定线。经常过来，到最后地方结束就可以了。全部缝制好，往回缝一针加固。把线穿到内部，打火机收线或者胶水收线都可以。这个位置就缝好了。从这个地方过来，到最后结束。拿到另外一张包身，把这条线用同样的方法，带口的位置两个都已经缝好，缝好之后把它转过来，缝这个底部。拿到这个底，有两个底，一个是这样子的，边缘没有孔，有一个是边缘有孔的。这个边缘没孔的放起来备用，把这个边缘没有孔的拿过来，看孔正面朝上。这个是孔锐利一点的，这是内部，内部朝下，往下这样放，然后看我们的包身，包身正面朝上，对齐，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，刚好对齐，它这个孔位是刚好对应的，可以看得到孔位是刚好对应的，缝过来，缝直线就可以。先量线，量这个位置的4倍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多量个15厘米。拿到包身，从底往面穿，这是面，穿第一个孔，然后拿到底，从底往面穿，也穿第一个孔，拉上来放在这儿备用。然后拿到第二根针，穿第二个孔，从底往面穿，这个底部材料也是一样的，穿第二个孔，从底往面，然后双拉线，让两边的线保持一样的长度。这个材料比较大一张，会有点不好拿。拿到第一个孔出来的线，往第二个孔位穿，然后往第三个孔走，保持好摆线方向，把这个直线上的孔全部缝制好。这个位置不好夹燕尾夹，也可以在中间和尾端做2个固定线，就用针穿2个线在这个地方，把它固定住，然后这样子慢慢缝过来。这是外面，这是内部。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包身被这个底部盖住了，你看。缝到最后一针结束收针，往回缝一针加固，然后就收针就可以了。
收针收到内部。垂直拔针一定是垂直拔，特别是这种比较硬的地方，如果不垂直拔针，针很容易断。把线收到内部，这个就完成。这是内部，还是这个底。打到另外一张包身，也是缝这一节，把底盖上来，底一进在外面，然后包身在下面，它是这样盖的。然后2张材料正面都朝上，用同样的方法把这里缝制好，都缝制好了，一定是底露在外面，那个封边是要露在外面的，包身的在里面，在内部，这是正面的底。然后看一下，这个是内部。现在开始缝外面的这条线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外面这里1、2、3、4、5，这5个孔对应的是这边的1、2、3、4、5，中间的第6个孔是空的。它们2个这样子搭在一起缝的时候，中间这个缝隙穿一针，就是对第6个。这边的5个孔对应的是这边的1、2、3、4、5，这5个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始量线，量这个地方，量6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我们缝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内部，这个地方是内部，这个是外部，外部要全部这样露出来。缝好之后是这样子的嘛，外部都是露出来的。我们从这边开始，先穿底，它有2排，1排、2排，外面那个孔多的那一排不要穿，穿那个孔少的那一排，先穿过去，穿过去之后再去找对面的那个孔。这里也有2排，孔多的不缝，缝那个孔少的。打针，这个孔距很大，这个只是一个固定孔，是为了方便缝好这一节之后，方便我们缝下面这一排孔的，所以它的孔距很大，没什么实质作用，它是一个固定线作用。往前，这个线不会露出来，所以摆线啊什么的都不用管它，只要把它固定起来就可以了。注意的点就是外部是全部是露出来的，对折的、对贴的这个是内部。这个地方第6个孔，外面的这个包身材料是没有的，往下直接穿下面这个底就可以了。包身这里是没孔的，穿底，然后把这个对折过来。这里要弄好一些。我们把它拿进来，固定住。
然后往前缝，用手抓住它往前缝。拿东西把它压住，把最后一个孔缝完。这里最后一个孔对的就这里第一个孔，缝完之后往回缝一针加固，然后把线随便收在了一面，因为等一会儿这个都会被包起来，都是看不见的。随便收到了一面线段，打火机收线或者是胶水收线都可以。这个就可以了，这个还是跑出来了。对，正常就是这样子。这是底部，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一张另外的这个贴片，这样子把它完全包住，看不见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点不好看，无所谓的哈，不管它。然后拿到另外一个侧面。用同样的方法，把最外面这个孔距这么宽的那个孔缝完它，直线。对面的这个角也缝制好了，缝制好之后需要缝制这条直线，从底往上走，从上往下走也可以啊，都是可以的。这一条直线，1、2、3、4，量4倍的线，多减10厘米。这是外部，这个也是外部，然后这两个是内部，贴着。这个地方就看得清楚一点。从第一个孔开始起，这里这一排孔不用管，是从这条直线的第一个孔开始起啊。看得到这里有个缺角，缺角下面是不管的，从缺角的这个地方往上数第一个孔起针。第二根针正常起，垂直拉线，不要磨到油边了。一定是垂直拉线啊！你不要这样子拉，这样子拉，这个皮跟封边都会被磨坏的。垂直拉线，孔朝哪个方向，拉线就朝哪个方向。正常把所有的直线孔都缝完就可以了，保持好摆线的规律，然后拉线垂直。
我们这样捏的时候，它一定是平的，不要把它捏的一高一低，这样缝出来的线不好看，这个边缘也不好看，会露白。一定是把它捏平了再缝，它是捏的平整的。看一下，这个是另外一面，没有正反面啊，它两个边都是正面，这边是另外一面的正面，这样的。然后这边是这边的正面，慢慢缝过来，缝到最后结束。是这样的。这侧面的这条直线，一定是从这个缺角的这边往直线数第一个孔开始起针，上面的这里不要起啊，这里等一下留着缝另外一个位置的。你看，它这一条直线是这一条直线的，它是另外一个位置，一定要是平的，把它全部缝完。缝到最后一个口带口需要做一个锁边，做一个绕线。现在已经是缝到最后一个孔，拿到底下这根针，把它弯上来，从上面的孔往底下穿，它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绕线，这个地方拉紧，然后往下穿，加固一针。加固一针之后，把线随便捞到哪一面都可以。我们可以把线藏在里面，看藏到这个里面，藏到这个缝隙里。教大家怎么去藏这个线，随便拿一根针往下一个孔位穿的同时，把这个打开，从这个缝里出来。另外一根针也是同样的方法，往下一个孔位穿的同时，打开这个缝隙，从缝里出来。这样子它两边的正面都是没有线头的，它的线头在这个缝隙里。缝隙收线的时候正常剪就可以了。这个位置打火机收线也可以，胶水收线也可以。我两边的话有一根用打火机收，一根用胶水收，试一下。打火机收线的这个，把它搬上来，也是慢慢融化它，让它立起来。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打火机收线的，我们另外还有一根，这一根用胶水收线，告诉大家怎么收。把它先扫平，扫在缝隙里，扫在缝隙里之后，点上胶水，只能点在线头上，不要点在材料上，一定不要点到两边材料，要不然这个线的话它就固定住了，不能拆。点上就可以了，完成。另外一个侧面。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缝制好，带口也要记得锁边，这边的孔和这边的孔。拿到这样的贴片，看孔位正面朝上，这样去包裹住这个角。包的时候注意的点就是底部的孔21个，这样子。刚好是和它一样的21，外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孔，看正面的孔也是一样的，一共是23，其实只有22个孔，因为有一个孔是中间这条缝隙，这条缝隙也算一个孔，所以它这边是11，中间一条缝加这条缝，一共是23个孔，然后这个是21个孔，所以它就是这样子的，一边会多出去一个孔。好，知道怎么缝之后，现在来开始量线。量8倍吧，因为这个很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现在来开始缝制这个地方。先起针，从底部孔的外面这个孔起针，穿最外面这个孔穿上来，穿第二个孔的时候就要加这个材料，正面朝外，从正面往内穿，穿第一个孔，然后穿这个底的第一个孔，穿上来。
这个包身穿的是第2个孔，先穿上来再说哈。穿上来，这里还有1排孔没穿，从内往外穿，从内往外穿。穿好之后双拉线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拿一个燕尾夹给它夹一下。这个地方很厚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给一些耐心。也是可以先拔出来，再去穿另外一个位置，然后拉紧线。这一针因为层数太多，所以它会比较难穿，后面的话就会好很多了。拔针的时候一定要垂直拔，这个东西因为太厚太厚，所以你只要稍微弯一点点去拔针，它就会断针。
两面都是正面，一个在底，一个在侧面。往头再缝纸。把它缝到最后一针，到后面的话，它那个孔有点不好对，可以一层一层先这样穿。我们只要往下穿的时候穿不动，它肯定就是没有对到孔，就针没有穿到孔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把它一层一层的穿，穿到孔了，它是一下就能穿得过去啊，很厚也是可以穿得过去的。先这样一层一层的穿，这是倒数第2针，然后把倒数第1针也穿上。倒数第1针的时候，贴片已经没有了。哪边穿进去的时候好穿，就用哪边针穿，一根针过去就可以了，另外一根针补过去。另外一根针就直接往回走了，因为难穿的地方我们就不需要2根针都过去，给1根针过去就可以。这个穿的时候就感觉这个针有点硬，所以就可以左右摇晃一下，这样好拔针。往回缝1针加过。垂直绑针，这个位置还是一样的，再收线，要把线收在侧面，把它穿上来，收到侧面，收到这个地方。胶水收线或者打火机收线都是可以的。这个位置就好了。需要注意的点就是，两边会比这一张材料多出去一边一个孔。这个底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底的话是跟这个材料一样多，但是它这2侧会有一个孔，一边有一个孔。底部的2个这个外贴都缝制好了，缝制好之后，拿了这个小耳仔。然后拿到5斤，这个不是防磨钉，这个叫6角钉，是这个形状的。拿到这个6角钉，往里按。拿着这个6角钉往里按，然后另外一头用螺丝对好这个口，对好孔位之后去拧，拧紧，一边是6角钉，一边是螺丝，然后拿到另外一个。把它按进去，按进去之后，一边是螺丝，一边是6角钉，一定要放平，放平再去拧，拧紧。需要注意的点就是，这边是螺丝，这边也要是螺丝，2个螺丝要在同一面。2个6角钉在同一面，然后再把它打开，
来装这个底部的防磨钉和内部的这个底垫。内部的底垫有一边是那个纸的皮康纸，它是一个定型的一个辅料。这个纸朝底放，这样子往里放，把它打开往里放，这样子看得到啊。放进去之后，拿螺丝从内往外穿，然后用螺丝刀这样去顶住它。左手拿着防磨钉，防磨钉中间有一个孔，这个孔是对那个螺丝的。先用螺丝刀顶住防磨钉，顶住防磨钉之后，这个对好，然后去拧个1、2圈，固定住了就可以。等会儿再来拧紧，我们先把4个都上去，用同样的方法，然后最后再来加固拧紧。螺丝全部固定好位置之后，现在就可以来加固，把它拧紧，拧到防磨钉跟着你的螺丝刀转动为止。现在是属于加固了。左手顶住，右手用力顶住螺丝刀，然后往下拧。这个螺丝刀是这样，用力顶住，顶住之后转动。一定要用力顶住螺丝才能转得动。底部的这个防磨钉装好了，内部是一个杯垫。现在装这个手提尾，2根肩带，2根手提，然后5斤。先拿1根手提，1根肩带。先看一下2个面。这2个是正面，正面的话就看线，线饱满就正面，线你感觉它比较扁平，它就是背面。手提短的在里面往里放，长的这根肩带往外放，把这个拧一头出来就可以了，套住，然后另外一面一定要顺着顺过来。把这个穿过去，然后穿在这个手提里面，然后对好位置，顶住螺丝，两边的都可以拧紧啊。这个拧不动的时候呢，拿一张纸包着它拧一下。拧紧，看一下这个手提，它一定是这样顺的，一定要拧顺它再放，这个就可以了。你看手提是可以这样，可以滑动的，这个是可以转动的。把这个翻过来，另外一个用同样的方法装上去，先拧一边出来。
穿进去。这个时候顶住另外一边，拧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就可以，因为这个是需要有一点点松的，要有一点的转动的，不要拧得太紧，拧得太紧它就动不了了。整个就全部完成。